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《暗黑破坏神2代重置版》MF 法师的噩梦流程。今天是噩梦的收官战了。那本期呢之后，咱们就要改变打法，洗一下点儿，改成一个冰火双修的法师，因为毕竟要进地狱难度了。面对着冰免的怪，即使咱们把支配冰冷加满，也无法造成有效的伤害。另外，本期在流程上我可能会多省略一点，这样在最后会来一场牛场。但是有一点就是咱们是一个暴风雪的法师，就这么一个主攻的技能，它的杀牛的效率和纯电法真的差得太远了。电法上去几个电环就没了。暴风雪的话呢，效率要低很多。这个敌人的组合其实是对法师非常不利的。如果呢是在地狱难度，我建议啊，这里就不要打了，不要纠缠了，咱们就马上去打山客。噩梦难度呢，还可以通过走位啊、打节奏啊，清一清这些怪。因为毕竟被射几箭也不是很疼，但是地狱难度很容易，一个 TP。对面一轮传射你就扑街了，尤其是地狱难度呢，诅咒怪满地跑啊，被他们一轮下来真的是超级疼。这次呢，咱们就先打山客了。连个黄金都没有，继续往前塞了。SC 无抗还可以啊，还可以，这个对我来说是很有价值的小符了。这边看见利亚杀手了，他呢就是会守着一队，另外2队啊需要咱们自己去找了。这个利亚杀手呢，它是一个固定的小精怪。和刚刚那个矫正者，我感觉地位差不多。这些货呢，就是冰冷强化的，冰冷系无效。这个到了地狱难度啊，就需要使用其他的技能来打。昨天有小伙伴给我留言，建议我使用9头蛇。我天，看这一轮标枪啊，我的血量呢瞬间就剩1/4。9头蛇的话，我不是很喜欢啊。火系的呢，一般常规使用大火球的比较多，但是呢，我想改一下火墙。改火墙是因为我这个法师呢，他骨子里啊，他就是个打装备的法师。上一期也说了，全家都指望他养呢。所以说呢，有火墙的话，这个 K 墨啊就比较方便。而且呢，我现在是一个离线的状态，因为现在这个服务器不是很给力，大家也都知道，对吧？所以说录制视频呢，我需要流畅一点，打的是一个离线的模式，也减少卡顿等意外情况。所以呢，我也不需要什么顶级的装备啊，咱们打装备的话就是 K 墨就可以了。打一些日用品就成，这些人啊就完了。Good afternoon。卖了几千块。行了，交一下差吧。目前我还没有需要打孔的。7、8、9，行了，开始安雅了。来到了冰河，这里叫冰冻之河。
哎，电轨。好在呢，这是噩梦难度啊，这些电轨还是比较温和的。地狱难度咱们打这儿会比较难，一是对面的怪比较狠，二是呢，我如果是使用火墙的话，那打怪的效率啊，它肯定是比暴风雪什么的差很多，因为火墙要求怪不动啊。你只能自己动，你想这得多累吧？就对面不动，如果他乱动的话，你的输出就受影响。我沿着冰河的边缘逆时针跑一圈，大概就能找到安雅。这个货呢，兵系无效啊！这个小弟需要受累了，咱们需要一点一点打，一起上来很多个呢，小弟是顶不住的。注意一下他的血量，然后如果他挺不住的话，咱们就 TP 一下，给他补点血，让他一个一个的戳。现在是噩梦难度，我还能在这站一会儿。那如果是地狱难度的话呢，这个货最后炸的时候一定要离远一点。行了，清差不多了，剩下几只小怪了。地狱难度呢，思路也差不多，但是到那儿的时候咱们就有火墙了。一会儿看安雅给我点什么东西啊？一把手杖，看一下这把手杖怎么样吧。Thank you. You're Mila. 黑皮， Yes. 这可真是够垃圾的。技能方面呢，只是加一火球。Could this be a trap? 没给什么好东西，往下走了。这个如果 TP 顺利的话呢，很快就能找到下一层。另外啊，正确的尼拉塞克方向呢，有小伙伴给我留言了，说让我看小地图的部分。正确的方向呢，它柱子啊有一个是缺角的。这样呢，我在这儿转了好几圈啊，我就观察了一下，后来终于是发现了，确实正确的方向，小地图这边啊，它的柱子不大一样。至于转圈的部分呢，就不给大家演示了。看小地图真的可以，但是我这个地图呢是一个迷你地图，所以说不是特别明显，但仔细分辨还能分辨出来。咱们3BB 去这个水晶通道啊，大家看水晶通道这张图，我也探了很远了，大概是一大半儿，只剩上面这一个角是冰河路径的。冰河路径呢，再往前，先找到传送站了。第5章的传送站挺重要吧？因为有的任务呢，距离真的是太远了。这有个雕纹战甲。先下来看看，2个孔呢留着吧。你像安雅之后，向3BB 前进，这中间就隔了好几张图啊。而且我感觉第5章的地图呢，重复的比较多。这里也是一个
进冰冻的山洞。和前面找安雅之前那张图真的差不多。传送站，踩了吧。这是倒数第3个传送站，后面还一个先祖之路的，再就是世界石大殿2层了。这里啊，我也是这张图跑了绝大部分吧，就这个方向，后来发现了入口。我要整理一下，然后就上去了。咱们触碰这个任务就会出现。好，任务出现了，先甩一下。现在是噩梦的，不难。地狱的呢，咱们就需要好好走位了，最好是一个一个打。这个货啊，法力燃烧，但是啊，它不是很常打。如果是地狱难度，不敢这样跟他打，一定要离他远一点。这个经验差不多能升级。远程斧子打我，好，我和我小弟啊，一人解决了1个，最后还不错，升级了。估计打巴尔还能再升一级，我现在差60%的经验。TP 吧。这里有的敌人组合经验还是比较多的，但有些就不行。最后打巴尔前5批小兵的时候，给的经验还是比较多的。那回头我练级的话，就多回来练。先清这5个小兵。我呢还是原始的打法，就是趁对面的怪出来之前放暴风雪。但是呢，昨天有小伙伴给我留言说：“大叔啊，提前放暴风雪的效果啊已经不是那么好了，因为你放暴风雪的部分啊，它有可能是不刷怪的。”哎，这个机制就有意思了。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那有点智能了。但我还是习惯，就是先把什么火墙啊、暴风雪啊、冰封球先扔进去。这就是这个习惯，简直是没办法改了。即使游戏的这个机制变了，我也没法改了。有头蛇啊，我估计我小弟撑不住。九头蛇也算怪，如果九头蛇在的话呢，那是不出下一波的。这波怪我感觉比较好打，看毒素系无效，要么它火焰系无效。其实如果到了地狱难度啊，咱们遇到什么火焰系无效、冰冷系无效、皮肤硬化的，那就跑吧。再加上实体攻击无效，那就更加过分了。皮肤硬化呢我都跑，别说实体攻击无效了。行了，巴尔，噩梦的手杀，给我爆点东西吧！我是打装备的法师啊。我指着这个养全家呢，他走了，上啊！还是这个套路啊！
下啊，开奖！ The last of the 激 three 动啊！ has fallen. 哇，4个黄的，1个蓝的，一堆钱，8000多块，你想想8000多，不少的了。买药买多少瓶呢？ 帽子是个垃圾，就其他的能捡的了，能捡的。咱们去杀一场牛，先去捡腿。哎呀，我想起了近20年前玩 1.09 的战网，然后去牛场。 我们班当时有好多玩的，如 Not 果 enough 谁决 mana. 定今天晚上我要升级，升到99，那就有很多来凑热闹的了，一起混牛场，一起呢出去给他找经验神殿。 Hello. I can't. 哎，满了。哦，对，我放一个盔甲。行了，进牛场正式开始啊。 这个现在有2个问题，第一呢是暴风雪杀牛的效率啊要稍低，第2个问题啊是小弟不硬了，就他如果不硬的话，他在前面顶不住，你就需要经常的通过 TP 来调整位置，这个就更加的耽误你的杀牛的效率。这里牛还算不少，所以说。 专业的事情啊，还是要交给专业的角色来办。杀牛呢，那还是电法。没看见有什么好东西啊？ I can't carry anymore. 戒指11号，这个剑上。 哎，4个孔，我剪一下，我就想看它几个孔。给我来把水晶剑4个孔。唐刃枪，唐刃枪好像是投掷的那种，因为这个翻译呢和以前不大一样。所以说真的有的需要想一下，反应一下什么东西。 当年如果你在牛场看见有用暴风雪来杀牛的，那简直了。现在应该是可以杀牛王了，这也没几只牛啊，这多。暴风雪最难受的就是它砸哪儿啊，你不是那么精准的操控的，它就是一个范围。 所以真的是有点难受啊！杀一场牛，我大概能涨半级左右的经验吧。那还不如去打巴尔。打巴尔呢，有几率出现一些好装备。 这个爆率确实会高一点，另外呢也快一点，我感觉。那5波小兵清起来也不难，毕竟现在只是噩梦的。练级的话，我尽量练得高一点，因为咱们装备不够，等级来凑啊。法师还是很吃技能等级的，而且呢，咱们现在要双修，需要向2个方向来发展。所以说练到67、8，我感觉咱们再去地狱难度。现在好像是58左右吧，58级左右。 练10级，
磨皮战甲，然后这个 GC， 天，这个真垃圾啊！一个孔，这，哎，这个俩孔，2孔以上的，现在对我来说都有一定的价值。那后面没有练的角色还有很多，像一些符文之语啊，比较基础的都可以用。像点隐秘啊，像点烟尘都可以。那3孔就更好了。行了，差不多了啊，差不多了。这个戒指辨识一下。那好吧，本期呢时间差不多，就先给大家录制到这儿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